称觉得自己胖的时候，她身边的男性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？最近这半年，翟耀达长了能有10多斤，我妈和俺家阿姨都觉得这是好事，就老夸他。翟耀达胖了，翟耀达就有点身材焦虑了。胖了不好看，谁？哎呀妈呀，你不好看啊！你真不好看吗？我去，当下所有人你最好看。但是我羡慕妈妈，妈妈瘦，她是瘦，但是她。这样不好看呢，这样不好看呢。然后呢，最近发生了一个事儿，大家都说俺家俩孩子像海尔兄弟里的克鲁德和詹妮，我就想要不真让他俩 cos 一下，看像不像。张大铁穿上我都惊了，是真像。但是翟耀达非要在裙子里边套裤子，说自己屁股大。翟耀达说的是中英文混合 ，recently 觉得自己屁股大 ，recently 就是最近的意思。然而张大铁的英文水平把 recently 听成了人名，他以为是翟耀达哪个同学叫 recently， 说翟耀达屁股大。我recently觉得屁股有点大，谁是啊 recently 呀？怎么那么像呢？第二天，翟耀达坐校车回家，张大铁决定去校车点会一会recently，4点50准时闪亮登场。哎呦我的妈！关系已经很厉害。我错了，再来。3分钟之后，校车到了，下来俩6年级男生，目测1.8米。张大铁决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但是因为 cos 詹妮，翟耀达不单穿裙子这个事儿，我还真找他聊了一下。我们前几天去哈尔滨玩得很开心，大东北是我的家乡。虽然我们去的地方非常暖和，但翟耀达坚决裙子里套裤子。我还说这屋多暖和，虽然哈尔滨外边是真冷，还好海尔大暖通连续3年在这搭建了26度的温暖方舟。听说这款海尔骄阳 Plus 可是在漠河、珠峰、塔克拉玛干沙漠做过极限挑战的，原创双擎喷气增寒技术，在零下40度到零上60度都能稳定运行。我就跟翟耀达说，容貌焦虑是坚决不能提倡的。但是翟耀达受他奶奶、姑姑他们一些影响，甜食确实吃的非常多。我就跟翟耀达说，我说你肯定是不胖，但是如果你不想摄入一些垃圾热量，可以把甜食断了。我这个月不吃甜食了，真的？那我陪你，我也戒了，我也不吃，戒了。我也戒了，我也不吃了。那好啊，来拿走，拿走。为什么呢？干哈呀？哼，你不自己说你戒了吗？啥叫戒呀？戒就是停止，从此再也不，以后再也不。你都说 yes 吗？那我戒 yes， 那我戒 yes。这个禁令在我家就开始执行了。翟耀达要求爸爸和弟弟爱我就陪我坚持1个月，爷俩都被迫答应了。但是张大铁心眼子也是真多，他有一个旧书包，里边是有糖的，他怕在家吃被发现，就藏在走廊鞋柜里头了。晚上翟耀达在屋里练琴，张大铁非说屋里太热，要上外边凉快一会儿，被我跟踪了。张大铁想把吃的带到更安全的没人的地方吃。人在不说自己母语的时候，一尴尬就容易重复别人说的话。张大铁说了一句：“爸，你干啥呢？”他爸回了一句：“把那个啥呢？把那个啥呢？”说件事儿你们别不信，张大铁最近主动提出要跟他爸全英文对话，张大铁甚至都不让他爸跟他说中文，不相信吧？大胖媳妇最近见着谁就跟人炫耀这个事儿，别人都问我这是真的吗？拿铁英文现在这么好吗？我说张大铁英文好不好这是后话，他禁止他爸跟他说中文倒是真事儿。因为啥呢？我给你们看看，你们就懂了。张大铁说，阿姨说晚上吃水煮虾仁，他爸问张大铁谁总杀人？哎，为什么种虾仁？种虾仁？张大铁说，姥姥说吃芒果烂脚丫子，他爸说，姥姥吃芒果为什么拌脚丫子？为什么姥姥吃芒果拌脚丫子？张大铁说，姥爷来不了，姥爷犯痛风了。他爸说，谁掉粪坑了？完是他犯痛风了。姥爷的饭店放空了。谁说粪坑了呀？粪坑了呀？咋说呢？孩子心里苦，所以是张大铁主动跟他爸说，爸，你不用跟我说汉语了，说英语就行。我还问大胖媳妇儿，那你俩互相能听懂吗？大胖媳妇说能啊，拿铁英语可好，沟通可顺畅了。今晚张大铁吃甜点的时候不想跟我分享，关于分享这个美德，我好好教育了他一番，他都听懂了。Nugget is important to share, okay?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share. Okay, I ordered this dessert for you because I care about you and I make you happy, right? I know. So I also appreciate if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because that's what you care about me too, right? Because sharing is caring, right? Of course, I love you, Daddy. 大胖媳妇教育完，翟耀达问张大铁，爸爸说啥了？张大铁说，爸爸自己的吃完了就想吃我的。妈说他是大馋牙头，大馋牙头。我以前觉得大胖媳妇爱护你，现在发现他儿子也这样。我也护你，但皮肤不护你。最近秋冬换季干燥，胶原流失，脸容易垮。还好有 Olay 超红屏面霜，促生3大抗老蛋白，用完下颌线苹果肌法令纹明显提拉，这脸还能不嫩。双版本满足不同肤质不同季节。所以我觉得吧，我必须得戳破大胖媳妇关于张大铁英语实际水平的这个幻觉。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我感觉拿铁心眼子挺多，他是在观察你的表情、你的情绪，猜你大概说了什么内容，然后做出相应回应。他其实啥也没听懂。大胖媳妇不信，我说那咱就做个小测试，你用最狠的表情说最好听的话，你看他什么反应。
Not yet. You're the best boy, you're smart, you're funny, and people like you, and daddy's gonna buy all the chocolate around the world, okay? 翠玉姐姐，咋了？这个糖是你的。啊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？所以你们明白张大铁的心路历程了吗？是因为他跟他爸俩永远一个城门楼子一个胯骨轴子，给孩子折磨完了，他宁愿在英语中滥竽充数，也不想在汉语中吭哧瘪肚。 Hey Nadia, how are you? Daddy's coming home from work now. I'll be back in about an hour. Yeah, And we're gonna play a game or something, maybe watch a show. of course, of course. 你爸说啥呀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没听懂，你为啥不问呢？你要问他，你让他慢慢说。你说爸，你慢慢说，我没听懂，然后他再说一遍，你不就听懂了吗？爱咋咋地吧，不爱自己的话，不爱自己的话。我儿子张大铁，爸爸是加拿大人，但是一句英语不说这个事儿，到底是因为啥？我心中其实有个答案，但是我没跟你们说，你们帮我分析分析，看有没有道理。我觉得啊，张大铁压根儿就没把他爸当爸，甚至他都没把他当人类，他一直把他爸当成了一个宠物。我是有一定论据的，你们跟我细品。你们知道张大铁1岁半之前是在铁岭跟我妈一起住，在铁岭这片土地上啊，他不但没听过说整段英文的人，就连那种就说中文咔嚓就加几句英文，就让我们来 check 一下他 base 在哪儿，那类人他也没见过。然后突然间在拿铁1岁半时的一个初秋，他爸出现了，然后拿铁就从铁岭搬到了北京的一个新的房子里，在这个房子里就有这么一个白胖子。在拿铁的视角里，他不光长得不像个人类，他还不说人话，就一直在发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。什么声呀？而在此之前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拿铁1岁半之前在铁岭的时候，我妈养了一条狗叫玲玲。玲玲的特点是白毛、很胖、爱叫、喜玩耍。然后拿铁刚认识他爸的时候吧，不管他爸叫爸叫名。有一次骑着大胖雪脖子下楼玩，拿铁就看着旁边有俩小孩遛着狗疯跑，拿铁就拍了他爸一下头说：“快跑 ，Jimmy！” 跟他跑，跟他跑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没有产生这个联想。但后来有一次，大胖媳妇带着拿铁到楼下小广场玩，一群孩子都带着他们的爱宠围在一起。拿铁突然回头看了他爸一眼，说 Jimmy， 握手。握手。他爸也没懂啊，乐呵就握手了，以为父子关系在逐渐亲近呢。结果拿铁说 Jimmy， 坐。大胖媳妇说啊，谢谢拿铁，爸爸在坐着呢。我当时后背一身冷汗呢，我想说，该不会这孩子要的坐是用后腿那种的吧？用后腿那种的吧？哎，你们品是不是很有可能？当时拿铁心中的爸爸是一只前腿握手、后腿坐的爱宠。我就发现，其实拿铁对这个庞然大物啊，他是非常喜欢的，但是他选择和他相处的方式，完全是模仿我妈和玲玲的方式。玲玲胖，我妈怕她热，天一热就领她去那个宠物美容院，告诉人家说给搅光光，要不狗热。我家人都逗这个事儿，玲玲又要搅光光了，又要搅光光了。然后有一次在铁岭，我老公要去剪头，带着拿铁去的。我老公汉语不好，到那叽里哇啦说一堆，人理发师也没太听懂。结果拿铁直勾的看着理发师，给 Jimmy 搅光光，搅光光。我的这个观察和猜测啊，做一个秘密被我尘封了。我觉得大胖媳妇如果知道自己老带着儿子下楼玩，其实是被儿子溜，心里可能挺难受。但也就1个月吧，拿铁跟他爸熟了以后，就不让他爸表演握手了，明白了那是爸，但是依然坚决拒绝用英语沟通。我跟大胖媳妇说，你如果想打破这个文化壁垒，那只有你把汉语学好，没别的招了。我说你曾经因为不说汉语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，等你老了我再慢慢跟你说，你都行过去。你可以用我们的语文。这套书是新华出版社和猿辅导联合出版的，跟着新华社的文章感受一下人家怎么用的汉语。听说现在还行，你跟着写作的书学学写，咋找灵感，咋动笔，咋用词儿。阅读书也把每周要读什么给规划好了。所谓嘴笨手笨，都是脑子里储备量不够，听不懂的直接老师给你讲。但是我发现吧，大胖姐确实是在学汉语，但是他复习知识点的方式非常另辟蹊径。比如他老接着诈骗骚扰电话，但是他就是不挂。人家说先生，您在我们的平台上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提现额度，您如果下载什么什么什么，您就可以什么什么什么，从而享受3年内免利息、减免部分贷款等政策。他就搁那哇啦哇啦说一堆，给骗子都唠疯了，诈骗犯都不适应了。这个用户不会是要给账号信息了吧？结果他这边呢，就跟咱们小时候练英语听力似的，他就逮着一个词儿听懂了。哎，我听懂了那关联词从而，你给我打电话，从而骗我钱，从而我报警，从而把你抓去。